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开场广告丑到出圈，被大众嘲讽包子。网友：差距太大了。在娱乐圈这种靠颜值取胜的地方，明星的造型出现任何风波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，而且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，对明星新造型的评价也是不同的。但是杨紫的新代言形象却引来了吐槽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。该品牌历届代言人基本上都是帅哥美女，比如迪丽热巴、肖战。但这一次品牌调性一变，审美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弯，选择了颜值相对没那么出众的杨紫作为代言，还投放了开场广告。所以大家不禁将杨紫与同为品牌代言人的迪丽热巴相提并论。这一对比可以说是在娱乐圈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粉丝们挖出了迪丽热巴和杨紫最近的商业合作照来对比，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示，这个品牌代言人选的口味变化太大了。团里更是嘲笑杨紫的长相，说她开屏打夸父追日之类的广告，还给她起了品牌刺客的称号。大家都说她被杨紫的长相暴击，说她的脸太僵硬，漫画太明显像中年妇女。双方粉丝大打出手，甚至牵扯到娱乐圈大半，甚至有人找来和杨紫同龄的古力娜扎做对比，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。杨紫在颜值上确实有比较小的优势，这组广告图里的杨紫据说长着一张像爱一样的假脸，修图技术再好也救不了她，还说杨紫长得像中年杜华。杨紫的粉丝们也开始指责杨紫的工作室没有核对造型，这造型并没有把杨紫的颜值发挥到极致，甚至还说杨紫被拍得像个卖化肥的。其实，虽然杨紫和古力娜扎代言的是同一个品牌，但很明显，品牌给他们的广告风格是不一样的。比如杨紫的就比较简单朴素，整个广告基本都是以蓝色为主，而且人物的妆容也很淡，比较符合杨紫自身的特点。反观古力娜扎，明艳艳丽，浓妆艳抹，动作设计更丰富，符合古力娜扎脸后的特点。其实一个明星的标准不仅仅是看他的广告代言，而是看他的作品。杨紫的时尚资源虽然比较少，但是她的国民度很高，各种电视剧的资源基本没有断过。而且杨紫还经常参与央视节目的录制。其实杨紫更适合央视的乖乖女风格，比如她在春晚接受采访的造型，就可以凸显出她的美貌优势。说起来，杨紫在圈内还是个黑料很少的明星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绯闻，人缘也很好。出道这么多年一直在拍戏，还能持续输出作品，哪怕是颜值稍逊一筹，也还是很不错的。毕竟像她这样年纪轻轻就成名的明星是很难的。各家各有各的香，不必比二美。虽然是粉丝的行为，但肯定会对明星造成一定的影响。理性追星，不攻击别人，不戳别人痛处。娱乐圈的女明星不容易。02杨紫新广告被调侃，30岁颜值尽显大妈感，网友接受褒贬。近日，杨紫拿下某款防晒霜的代言，开场广告直接惊艳网友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一开屏我还以为是某个80后大妈的广告，妆容老了20岁，脸肿了。这是玻尿酸的后遗症吗？我不敢看。杨紫1992年出生于北京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。今年她31岁。2020年因主演古装历史情感剧《孝庄秘史》而崭露头角。2004年凭借青春校园喜剧《少女日记》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男牛奖优秀童星奖提名，随后出演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的夏雪被大家熟知全国各地的观众。某种程度上，杨紫是在大家的注视下长大的。家有儿女走红后，杨紫的父母特意向干妈宋丹丹询问了杨紫未来的事业。如果你不能出来，那就做点别的吧。见过娱乐圈灯红酒绿、金山银山的孩子，很难抗拒这个圈子的诱惑。听到宋丹丹的评价，杨紫的父母心痛不已，但最终还是架不住女儿。所以后来，杨紫如愿考上了电影学院，走上了演艺之路。进入演艺圈后，正如宋丹丹所说，没有人来找杨紫当主角，
所以他演了好几年的配角，基本上是演戏的状态。后来杨紫长大了，变漂亮了。2016年，与刘涛、蒋欣、王子文、乔欣等共同主演的都市职场女性剧《欢乐颂》播出后走红，《幸福在等着你》和插曲绽放胜过花香。随后，她凭借该剧入围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和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奖。之后，杨紫走红，走上了演艺之路，人生和事业由此开启。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、唱歌百花齐放，她还被评为90后4小星。说的有点多，回到杨紫代言的防晒广告。回想当年宋丹丹对自己外貌的评价，我们突然发现，首先，任何事物都无法束缚一个人的发展。如果你有决心、有兴趣、愿意努力，即使你像杨紫一样，也是平凡再平凡，脸还是可以靠演技受欢迎的。第二，这次防晒值的暴跌其实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问题：杨紫前几年的医美有点过头了，现在30岁了，也憋不住了。回去看看《家有儿女》中杨紫的脸，虽然很普通，但是很有辨识度，方下巴，这是一张可以带肉的脸，非常抗老。年轻的时候，杨紫每天在娱乐圈看到很多帅哥美女，变得不自信，有点急功近利，也不知道听了谁的怂恿，屡屡发医美地各种微调。当然，这种事情是立竿见影的，加上年轻时皮肤的良好活力，一夜之间容貌焕然一新。但是人体是由肉构成的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就会出现各种后遗症。这真是应了那句话：天道饶人，天道轮回。正如茨威格的一句名言所说，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价。年轻的时候选择做医美，现在却要承担失去容貌的风险。其实，人生不过是一个趋利避害、做出选择的过程。这一点，从杨紫的演艺生涯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当她选择进入娱乐圈的时候，她并不能坚持自己只想演好戏的初心。面对娱乐圈层出不穷的帅哥美女，面对技术和努力，她选择在自己的脸上砍一刀。一段时间下来，进步明显，演戏的机会也多了。这个估计很多女生都会选择这种方式。不仅仅是娱乐圈，人人都爱美。现实中，很多女生如果条件允许，会做双眼皮、开眼角、玻尿酸。杨紫这样做并不奇怪，好在她还有演技，总算是在娱乐圈走了一个明星。然而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百日喜。这次的广告被众人嘲笑是正常的，谁也不能保证他们永远是完美的。猫有时也会打盹。那么接下来杨紫需要做什么呢？我鼓起勇气，翻了个白眼说，我能承受多少褒奖，也能承受多少诽谤。所以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不行，我要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。哈哈，杨紫加油！03，别无选择。肖战又被狗子偷拍到做饭，粉丝守护帅哥吃饭自由。今日国内进入娱乐狗子选择直接现场口述，他们根本不要真实的素材。他说的就是他说的，这也大大降低了如今狗子队的可信度。但总有少数狗子队依然坚持自拍。虽然大家都对狗子队印象不好，但是有证据的狗子队总比空穴来风好。没有确实被狗子偷了好久。老话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饭不吃会饿。但对于国内艺人来说，身材管理是如此重要，即使标榜自己是大胃王和不胖的人设，还是不敢张嘴吃太多。但肖战不一样，别人家被狗子偷拍，就是偷情、喝酒、撩妹、吐口水、狂喝。总之，一旦被拍到爆炸，一个艺人就会随机倒在屋子里。肖战每次都被拍到，他不是在煮饭，而是在煮饭的路上。肖战作为国内娱乐圈的顶尖艺人，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被狗子拍到，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流量。狗子队可以在家吃3年多，所以肖战一直是狗子队的焦点。放手已经太晚了。可问题是，在狗子队的镜头下，肖战每次都是在吃东西。这么看来，顶级的肖战就是个吃货啊！近日，肖战再次被拍到，不出意外，狗子们蹲了下来。
肖战带着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做饭。因为天气也很冷，所以他全副武装。但是虽然被车挡住了，粉丝们认不出他是肖战，狗子却认证那个走路带风、抢着吃饭的人就是肖战，挺无奈的。于是不少粉丝高呼捍卫顶级帅哥的饮食自由。毕竟肖战虽然胖了点，但如果过于放纵自己，对于超星学院的拍摄也是一种恭维。但是肖战进入了娱乐圈，出圈以来，他已经够克制了，甚至一度瘦了下来，粉丝看了还是心疼。之前工作室给大家送的天天见肖战零食系列里，肖战不吃油炸的，甜糯的也不敢吃。朋友分手，只为保持身材。所以在肖战不拍戏的时候，粉丝们也可以希望肖战能够好好吃饭，多吃点东西。就算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，别人吃得多，但在这个吃饭时间被拍到也难受。自从2019年肖战在娱乐圈有了名气之后，狗子们就一直没有放弃想从肖战那里得到什么大新闻的念头。不过这么久了，肖战真的干净了，可以放出来了。消息就是吃饭、吃火锅、吃饭路上，还有其他上下班通勤等日常琐事，粉丝们都不愿意讨论的那种。都那么干净，狗子还盯着看，尴尬。其他人被拍照并立即警告防误导他。肖战被拍到是因为上班之余在做饭。真心建议狗子们可以放弃肖战，不然这么长时间也不会出什么大新闻。看来肖战是个吃货，30多岁了，让他给面子吧。他做饭不积极，思维也有问题。就说肖战主打菜式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